当云雾，化作雨雪冰川。溪流汇成江河湖海，岩层堆叠，大地仍在生长。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，星空下最丰饶的水，气候因它而改变，生命被它所重塑。让我们重新出发，跟随万千生命，深入高山，溯源江河，穿越四季，遇见最极致的中国。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，1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，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。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，最耐寒的生命，还有最冷、最长的冬天。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、冬季白昼时间最短、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。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，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。在这里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，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。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，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。树干笔直，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，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。9月，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，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，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。驯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，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。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，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它们去往食物更多、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。接下来的整个冬天，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，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。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，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。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，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。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，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。休息时，它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，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。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。兴安2字就来源于满语，
亦为极寒之处。9月中旬，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，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。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。在大兴安岭西侧，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，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。这是中国第5大湖，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，南北长93千米，最大宽度41千米，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。入秋后，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。呼伦湖是疣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。今年刚出生的小疣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，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，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。10月下旬，寒风中的呼伦湖，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。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，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，继续滞留，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。这一天，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，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。事实上，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。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，小疣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。第2天清晨，在父母的鼓动下，小天鹅再次起飞。它们不断地盘旋着，越飞越高，越来越自信。终于朝着南方，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。入冬后，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，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，直抵大兴安岭。每到这时，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零下20度，甚至更低。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。不过，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。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，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，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。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，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。不过，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，也不得不白天出动。这一天，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，这可是附近唯一的活物。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，
要么就是藏起来，冬眠了，留下过冬的山雀，就成了它最难得的选择。可惜它的动作太大，山雀被吓跑了。不久之后，雪过天晴，紫貂再次出动。进入1月，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，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。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。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，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，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，冰层最厚处可达2.5米以上。低至零下40度的严寒，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，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。由此形成的雪花，不仅细小，而且异常蓬松，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。风雪过后，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。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。3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，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形大湾，是为龙江第一湾。在乌苏里浅滩，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。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，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，就有可能冻饿而死。同样安家于此的，并不是只有狍子。
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——东北野猪。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，体重可达300千克。它们皮糙肉厚，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，令人闻之色变。不过，一旦入冬，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。为保护自己的孩子，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、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。在这里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，相互取暖，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。1月，大兴安岭西侧，呼伦湖已完全冻结。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，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。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，或堆积，或迎风矗立，有如灾后的废墟，触目惊心。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。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，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。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。强烈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。每到这时，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。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，光滑如镜，犹如宝石。不远处，一个圆形的冰盖，却反而铺满了白雪，一黑一白，恰如阴阳之两极，心心相印。在湖面的另一头，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，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。规模之大，分布之广，堪称奇观。此刻，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，必须不断地进食，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。它们最钟爱的石蕊，已被冰雪掩埋，每吃到一口，都格外珍贵。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，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，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。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。不过离开时，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，每隔一段时间，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，刨开坚硬的冰雪，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。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，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。林海雪原中，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，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。其中的成年公鹿，即便在冬季，也保有漂亮的鹿角。事实上，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。1969年，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，曾创下零下52.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。2001年2月，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零下40度极寒。
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悍马保护区，极端低温曾低至-49.6摄氏度。世界上最大的陆科动物驼鹿，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。它们肩高超过2米，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。它们的存在，几乎把陆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。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，偶尔也会有惊喜。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。在大兴安岭西坡，即便遭遇-30度的低温，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。热气环绕，终成艺术。4月，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。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它们最隆重的演出。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。很快，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。2只雄鸡拉开架势，较起劲来。把握好节奏和音量，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。不过，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。果然，对手认输了。长达8个月的寒冬，真的就要结束了。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，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。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，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。这是一只雄性紫貂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，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。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。多年前，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，如今，随着保护的深入，它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。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，就有可能与它们不期而遇。4月下旬，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，在山脉的北部，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。不过，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。这是中国最北的疆界。历经寒冬之后，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。不久之后，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，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，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。